赵四，这是豆腐。我是族长，是世英的长兄。这杯喜酒，你愿意吃就吃，不愿意吃，就请便。请便？傻妹妹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你夫君在禅西求学之时，被你这个好姐妹好好招待了，如今要嫁进豆腐，这算什么喜酒啊？古秋，你也知道，这些年我独自在禅西谋生，受尽冷眼。近日我父亲复官高升，我本可以如愿高嫁的，但是我看中窦郎纯善，我也念着咱们两个姐妹情深，我才愿意入府为妾的。这为官的三妻四妾实乃常态，与其换了旁人，不如咱俩来得知心。知心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知心的。你知道他是我的手帕脚，你也知道他是我的夫君，你们怎么能够？怎么不能够？与世英同龄的世子都已儿女成群，你过门近10年，只有寿姑一个女儿，若不纳妾，是想让我们西窦一脉就此断后吗？五哥，别再说了。我朝律例在侧，纳妾须得正妻允可，我妹妹有权不允。王小姐的父亲王行仪，做事是当今首辅，吴一芬，他一起父便是4品大员，与王家结亲，对世英仕途是多大的助力，岂能不允？原来你是嫌我赵家小门小户，帮不上你。顾秋，我绝无此意。夫为7岗阳尊阴卑，天经地义。我们窦家需要这门亲事。狗屁！这些年你的官场人情，都是因拜师求学。我赵家出了多少金银，其中有多少见不得光的，也叫天经地义吗？你们若敢再逼我妹妹，我索性一张上书，参上去。赵思，你休得放肆！你真要为了你妹妹，不惜玉石俱焚吗？你试试。今时不同往日，真要如此，还不知道是谁绝了谁的后路。我没骗你吧？寿姑放心，万事有我爹。事关窦氏前程，我伯父不会轻易死心，得尽快解决此事，否则王行仪一来便难办了。我本想有之所依，没想到令姐妹伤心，令窦郎为难。顾秋，如果你真的不能原谅我的话，那赐我一条白绫便是。你不必在这儿惺惺作态。若真想死，拿去。顾秋，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凉薄？林雪，撒开！让我死啊，窦郎！让我死！爹爹，寿姑，寿姑好想你啊！地上的这个大姐姐是谁啊？你亲口告诉寿姑，她是你什么人？他是上门贺喜的客人。窦郎，那爹娘为何要为了这一个客人而闹得不开心？没有。爹，娘，婆娘，请这位大姐姐先出去，我想和爹娘说会儿话。
啊，对对对，既是客人，便先送回去，等一家三口说好话，再派人告知。我不走，你们放开我，我不走。叶璇，叶璇，我喘不过来气了。叶璇，没关系，有我在。是萧正犯了。我风寒时是映雪贴身照料，才会让他患上萧症。顾秋，我不能不管。七奶奶，操持纳妾之礼乃正妻之责，五爷让小的把这些送来，请七奶奶早做准备。我公公还没同意纳妾，操持什么？快出去！走。娘，你若绝口不依，以王姐姐的家世，不会容她做一个无名无分的外室的。就算她肯，她的父亲王行仪也不会答应。拖着拖着，便会不了了之。寿姑，你何故如此早慧啊？我爹说了，姑父是个大坏蛋，索性和离才好，省得受这些气。和离之事对男人来讲，从来都是风流韵事。可我跟寿姑，却会被别人戳脊梁骨一辈子。我不能毁了寿姑的一生。况且，和离之后，孩子从来都是跟夫家的，我怎么舍得？寿姑别的都不怕，只怕娘受委屈。娘若要和离，寿姑一定跟娘走。舅舅通晓律法，定有办法斡旋。我这就去问舅舅。我同你一起去。让后厨先把清沸的茶水煎上，再使人把屋内的器具擦拭一遍，不能有陈絮。是，老爷。不碍事的，窦郎。香囊里有宣肺、平喘的麻黄，我嗅嗅就好。只不过，这院子里面的玉兰花开得正盛。对呀，你沾不得花粉。不要打！求
求你们了，你们为什么要打花啊？求你了，不要再打了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七奶奶，这花儿是谁让打的？是我。顾秋，这都只是权宜之计。纳妾也是权宜之计，还是说，子嗣和仕途都是假话？是心里真的有他了，对吗？顾秋，映雪她要孝正，这花留不得。留不得。这些年，我以为只有我能让你笑面春风，也只有我能让你牵肠挂肚。不曾想，原来别人也可以。求你了，就当我求求你了。去吧，把花儿打了。我就知道你会体谅我的，顾秋。谢谢你，顾秋。快快快，把花打了，是，全打了。打掉，那边也打掉，快，这边还有那边。玉兰，花开无叶，有叶无花，是高洁忠贞之花。恰如你我，我此生只爱你一人。轻点儿，别把枝丫打坏了。明年还要开花呢。锦花朝开，暮还坠，妾身与花宁独倚。吃点吧。表姐，我没胃口。不行，我爹吩咐过，我得照顾好你们。坏蛋，不要你推！连寿姑也认为爹爹是坏人吗？寿姑不知道，这秋千是爹爹给娘亲打的，以后是不是要给王姐姐做了？不会的，这秋千永远都是寿姑和古秋的，不会给别人的。我和表姐还小，尚且做得拥挤，要是让母亲和王姐姐一起做，如何能做得安稳？寿姑知道，爹的心里一块是母亲，也有一块是王映雪姐姐。可爹爹是否问过自己，这两块孰轻孰重？那自然是你和你娘在我心里的分量重。可爹爹为何宁愿伤害母亲，也要留下王映雪姐姐？难道只有纳妾一个法子吗？坏蛋！寿姑，后悔了，想赔钱了事儿。若要二选一，我实在不愿意顾秋和寿姑伤心。晚了。左儿，你说是。禀七爷，给王小姐看病的大夫说，王小姐晕厥并非只因校正，而是
有了1个多月的身孕了。我对不起古秋，也对不起映雪。可你若不纳他，更对不起父亲的在天之灵。父亲病逝前，逼着你我发过什么誓？开枝散叶，振兴门楣。亏你还记得，我已经失去了2位夫人，想再娶，也没有好的门第，只能寄希望于你。以后你的儿女，我都会视如己出，悉心培养。石英，纳她为妾，仕途、子嗣，一举两得。怎么这么吵？五爷，七爷，七奶奶她……夫人，娘，为什么？夫人。吩咐下去，守好大门，不能走漏一点风声。是。老爷。皎皎玉兰花，不受自成垢。窦郎，花季盛开，自有落时。你我缘分已尽，我不怪你。可唯一亏欠，也是最放心不下的，就是寿姑。我要你护她一生周全，定不为人辜负。你一定要做到。娘亲就是踩着她上吊，这就是她给你准备的亲血。为了祈愿你能高中，成为18下的状元侯，她将你的心愿当做自己的心愿。奴婢该死，奴婢多罪，得知皇帝学有余，一时不分便告诉了夫人。奴婢该死，闭嘴！一太胡言！他是妒忌自戕，乃冤枉之罪。死了还想毁了窦家的名声吗？都给我听好喽！赵氏是病故，谁再要妄言，一律杖毙。婚内通奸，逼死正妻。赵大人，冷静！你们五业有后，攀下贵亲，踏着尸骨拜堂去吧。我赵思，或出性命，或出脸面，也要与你鱼死网破。花落了，娘，我以为你是被毒气逼害，没想到你是不容背叛，宁愿自绝。节哀，感谢李大人、刘大人赏面送到。家门不幸啊，赵氏一直体弱，本以为是个小小的风寒，谁知道竟然就撒手人寰了。娘亲，你的话不会再落。
此处是至亲所在，你行这儿行动，怎么配站在这儿？寿姑莫哭，你娘亲病逝，以后就由我来带她照顾你，我会待你如亲女儿一般的，啊！映雪，父亲，如今闹出了人命，窦世英整日醉酒消沉，只知逃避，编排指摘，全落在了你头上。与其日后被人轻贱，不如跟为父先回去。我王家的女儿，宁可一世不婚，也绝不做妾。邢兄，误会，我们对外都称赵氏病故。那令爱续弦自是正妻，赵行3书6礼，婚宴摆席亦会给足体面。他腹中的骨肉是家中嫡子，窦家定会重之珍之。这是窦府的府库对牌，一向由内院主母掌管，如今交给令爱，想要什么聘礼及婚礼用物、赵氏的嫁妆，还有私物，皆凭王小姐处置。一会儿呢，把单子送到我房中。以后啊，这各家送的礼品，先由我过目之后，方可入库。是。赵大人，你们来了，怎么也没通报一声啊？正好我做了面果，让窦昭和张如吃一点。这是古秋的陪嫁。这也是姑姑生前所戴的镯子。哦，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姓赵的，如今古秋已死，你们赵家与窦家的姻缘已断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正妻。你现在给我弃守，难道你永远能在这里吗？你就不怕，等你走了以后，我把从你身上受的气，都撒在窦昭身上？好好吃啊！好吃呢，你就多吃一点儿。以后你爱吃什么就告诉我，我帮你做。寿姑到底是年幼无知，见着个零嘴儿，把什么都给忘了。王姐姐，我的肚子好痛。怎么了？寿姑，毒妇，你给他吃的是什么东西？叫大夫！快去啊！快去！寿姑，快吐出来！可怜的娃，醒了就好。寿姑，这是崔奶奶，是你祖母。祖母。快来。不怪寿姑认不得我，我有2个孽子啊，久不往来。若不是古秋子以前修书于我，让我看顾你，真不知道他们得害死多少人命才算完。寿姑，今日到底发生何事？王姐姐把我娘的陪嫁摔了，她说我乖就可以多吃点心。大夫说了，寿姑是麻黄中毒，麻黄药力强劲，与身患哮症的王映雪那是不可离身的良药，可与小儿却是毒。他要斩草除根，侵吞家财呀！毒妇，人证物证皆在，你还说没有？小女是不会做这种下作之事的。有什么误会，大家可以坐下来说。我朝律例白纸黑字写着：以毒杀人者应斩，伤人未死
医药账100，徒3年，3家俱是做官的，真要闹到御前，也能用误会推脱吗？我没有下毒，我也不知他怎么会吃出麻黄来。婆母长期居住田庄，怎可听信他人一面之词就定我的罪？儿媳不服。你既唤老太太为一声婆母，便不该忤逆上亲。老太太乃吉安崔氏独女，先祖为建朝功臣，配享太庙。崔氏世代簪缨，朝廷半数都是崔氏学堂出来的学生，这于情于理，怎能不服？原来窦老太太是……老身姓崔，不惯服姓。坐下。此事闹上公堂，是明摆了的输赢。王大人，你先前为罢马氏，不惜被贬，也要直言上谏，风骨闻名士林。可如今刚刚起复，就纵女行凶，你猜陛下会怎么想？令爱上门逼亲，以致正妻自缢，还毒害嫡女，私吞家财。王大人以为这3桩该如何算？以老太太的话，该如何处置啊？如果窦家、王家能私了赔偿，也是给寿姑一份切实的倚仗。我也让我那孽子将古丘的陪嫁尽数划归到窦昭名下，凑齐3000两赔偿。王家也照这个数吧。不可呀，窦家原本是商贾之家，尚能拿得出3、5千两。可我爹刚刚复职，到哪儿能拿得出这么多银两啊？拿不出来可以借。这些年，我妹妹给你的提及，少说也有上百两。你父亲4品大员，借个1000两现银不难吧？剩下的，你个欠条5年、10年，总能还清。可寿姑年纪尚小，哪里管得了这些钱财？这个王小姐就不必多虑了。此招苦主是寿姑，旁人说了都不算。你去问问寿姑，她怎么想的？是。真正受苦的不是寿姑，是我娘。她伤心遗憾而死。若王姐姐嫁入窦家，要我认她做母，娘亲怎能瞑目？寿姑的意思是让王小姐跪地为她娘守孝3年，不进窦家。不妥呀，母亲！新夫人不入门，她腹中子嗣如何名正言顺？总不能让窦家的骨肉流落在外头吧？若是名分，走个续弦文书即可。我现在还怀着窦家的骨肉，万一跪坏了孩子。新媳妇入门后，自去幼民观清修3年，悔罪养性，别让业障落在孩子身上。孩子出生后，需寻一位懂得教诲的乳母养育。世英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是我对不起顾秋，我愿意为他守制，与心腹分房。映雪去永明观，我会搬去顾秋的房间，日夜为他上香念经。儿媳知错了，儿媳真的知道错了，钱财我们出，还请婆母饶过儿媳腹中的孩子。对不起，寿姑，娘没办法陪你长大了。娘，
我不怪你，我不想成为你的拖累，不想看你日夜煎熬。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玉兰花落，秋千蒙尘。此处已不是你家，亦非我的。娘，若你真有魂力，愿你飞过高墙，越过宅院，自由安宁。夫人，哎，好，好漂亮的窗子。哎，老夫人好！夫人好！阿素，快跟老夫人请安。好。哎，这是苗姨和苗叔，庄上的邻居。新入户，先出尘。福垢迎新，福禄皆来。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，你也得有一个。祖母，这是什么花？九重子，不入流的乡野之花。牡丹兰花娇美，但是喜好争养分，淋不得大雨，受不了干旱，还离不开人的呵护。这野花就不同了。无需天时地利，种子一撒，就能爬得漫山遍野。那日，你是自个儿服的毒吧？麻黄味苦，治中毒的剂量，人会苦得难以下咽的。这孩子早会，必定对我恨之入骨，以后难以管教。留不得呀！姑娘身上不是有麻黄吗？那东西大人用了不要紧，可小孩子碰不得。哪怕是再小的剂量，长久服用也会导致气血亏空、肺腑皆弱。而我便对他悉心照料，呵护备至，这样才是贤妇之气度。王映雪处处相逼，与其等他来害我，不如我自己咽下这苦，才能自保。祖母，我不是恶毒之人，待我好的，我愿豁命报答；有仇有怨，哪怕是自伤800，我也一定奉还。小狗，你要记住，我不允许你以后再做这样的事。我将你带出府，是看重你的早熟聪慧。你若又于后院争斗，必会长歪长窄，来日只会算计四方之地，再看不到天地广阔。我要让你的聪慧走出家宅内院，投向山川湖海，乃至天下家国，那儿才是你真正绽放光彩的地方。这是我母亲的手镯，破碎的东西也能重放光彩。祖母，我明白，我来田庄，便是不愿做名花娇蕊，而是要像九重子般自强、坚韧，耐得住风吹雨打。从今往后，我要为自己好好的活。求学于博识之师，以通晓天下事。教教啊，听见没？
招揽舞弊，以求自保。最后，自立于商贾百业之间，无往而不利。大帅，有个孩子前来投军。我们戍边在此，就是为了能让幼儿承欢膝下，远离灾祸。我这儿从来不收孩子。送走。大帅，先回头看一眼。大帅。来投军啊！嗯。我的天哪，你小子，离家出走跑军营来了是吧？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舅舅，别激动，我不是离家出走，真是来投军的。你以为投军是过家家的？站住！站住！听见没有？小子，要是让你爹知道了，禁足你1年，我可不替你说情。你现在有2个选择，要么自己走，要么我给你押回去，自己选。那你得绑住我才行啊！你小子给我放魂是不是？来人，把他给我绑了！是。大帅，几个人怕是绑不住啊。没想到这小子跑得还真挺快。你愣干嘛？还不去帮忙？好。世子，你这身量还赶不上海匪的匪刀高呢，就想着杀海匪，有点太……我还能杀海匪不？不同凡响啊！不同凡响！放肆！下来，刀给我。就你能耐是不是？把他给我送回去。舅舅，如果你也赶我走的话，我就真的无家可归了。又被你爹打出来了，简直混账！你说这个宋一春怎么当爹的？舅舅，不对，大帅，请大帅收留我。我宋墨赴汤蹈火，义不容辞。哟，你还赴汤蹈火呢？生火做饭会不会？伙夫啊，换了！不干，现在就滚！我干！干回去！蒋梅孙，你等着，总有一天，我会从火头军成为安邦定国的大将军。
昭姐姐把关东过半的布行还有胭脂铺子都出了，又在福亭买下数十丝厂茶庄。虽说价格便宜，但都是力薄难销的生意。最近东隅海匪常年肆虐福亭，海贸实船接九船，这样会否太冒险了？沿岸各岛都被我们收复了，真希望没有这场仗能打了。朝廷派了定国公蒋梅孙进海已过数年，匪乱将平，海贸必兴。像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丝绸、茶叶，日后定会比金子还金贵。所以把这些铺子赶快抓到手里头，往后定会加倍翻的。难道梦中发生的事，都注定会发生？小娃娃，你气什么呢？我胡乱写的故事，竟然有人当真。我写的画本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你写的？嗯。我明明努力过，为何却改变不了结果？你往河里扔块石头，扔块大的，大到你拿不起的那种。你看看，再大的石头扔下去，也不过是片刻波澜。你呀，改变不了河流的走向。那如何才能改变此河流走向？若有一日，你能用参天倒峡之力，可使面前的巍巍大山崩塌下来，此河流便可改变喽。命运并非不可违逆，无法更改。这次，我定要拥有那参天倒峡之力，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。这场家宴是想趁机让乌阁老的长孙看看窦家的女儿们吧。宋宜春贻误军期在先，加鞭30。恳请大帅，这宋牧替父受过。此犬夫，糊涂！一生望你静若安澜，夜明只是风浩帆，孤影独我难负重攀。有朝只是写一生的傲然，为你带花簪，又或许心向彼岸，终也无岸。无可或缺你在旁，有渡过黄江的新船，来载我一段。你若灰暗中救出的光，有你青石岸上，心目暖阳，临近旁，随影漫，不可或缺你在旁，心之所望皆是岸。随波过黄香，风扬西岸。你若灰暗中救出的光，是我情深的暗伤，唯有你近旁，岁岁在隐瞒。
只叹是花人。